乌军第3亚速突击旅重创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。看到这个消息，火力军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波澜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。这不是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第一次被重创了。乌俄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被称为俄罗斯铁拳的精锐部队就被乌军第93机械旅打到崩溃。经过重新整编、满血复活后，这次又碰见了乌军第3亚速突击旅。这是2024年度乌军5支最好的部队之一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乌军一个旅是如何击溃俄军一个师的。到底是第3亚速突击旅太强，还是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太弱？从纸面实力来看，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其实并不弱，隶属于俄罗斯西部战区第1近卫坦克军，总兵力14000人，属于俄罗斯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，曾获得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，参加过2战与第1次和第2次车臣战争，在科索沃战争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。第4近卫坦克师也是俄军的战备状态师之一，全天候保证80%兵力的战备执勤以及100%的装备保有量。常年卫戍莫斯科，作为一支精锐近卫装甲部队，在人员、装备和物资方面都有优先更换权，所以第4近卫坦克师的装备相当豪华，主战坦克的数量达到了224辆，包括但不限于 T80 右、T80 BV、T80 BVM， 还有300辆 BMP 系列步兵战车、440辆 BTRB 装甲运兵车、90门自行火炮、27门火箭炮以及一定数量的防空系统。乌俄战争爆发后，第4坦克师就被派往乌克兰。理论上来讲，就凭这个战力，完全可以执行大纵深的突击，并威胁乌军的补给线。但实际情况却是，这支看似很强的部队，在战场上却变成了软脚虾。在苏梅地区的特洛斯加涅茨之战中，被乌军第93机械旅打崩。彼时的乌军第93旅编制大约6000人，北约也没有援助重武器，坦克与步战车的数量也远远少于俄军。但即便如此，第93旅还是打残了俄军第4师，摧毁了该师80辆坦克，包括 T80K 坦克指挥车。与俄罗斯唯一一辆实验性质的 T80 UM2 坦克，俘获了77辆仅该师装备的 T80 右，并摧毁120辆步兵战车。还有一些消息来源表示，俄军第4师损失了高达80%的装备。2022年5月9日，乌军第93旅在前线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中，展示了多辆缴获的 T80。就战力而言，俄军第4坦克师败得并不亏。乌军第93旅在击败第4师之后，很快又打残了俄军的另一个王牌第150柏林师。自己一个近卫坦克师被一个旅击败，俄军自然不服。在莫斯科州纳罗弗明斯克基地重新整编后，第4坦克师又来到了波罗瓦地区，想要一雪前耻。没想到这次等他的是比第93旅更强的第3亚速突击旅。2025年1月8日，在俄罗斯西部战区的命令下，第4近卫坦克师从4个方向对哈尔科夫的博罗瓦东北部发起进攻。这里正好是乌军第3突击旅的防区，该旅是乌军战斗序列中的王牌，被乌军总司令部评为2024年度最好的5支部队之一。其余4支部队分别是第12亚速旅、第93旅、第47旅与第92旅。乌军第3突击旅最出色的战绩，就是在2023年的巴赫穆特南翼包围并歼灭俄军精锐的第83伞兵突击旅，俘虏400余人，作战经验相当丰富。第3突击旅明白，这是俄军近几个月以来首次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机械化攻击，加上第4近卫坦克师想要一雪前耻，进攻强度较大，不拿出一些成绩不会罢休，所以对于乌军而言，没有必要选择硬拼，最好的选择是诱敌深入并一举歼灭。事实也正如乌军所想。1月8日，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的先头部队连续突破了乌军第3旅的多条防线。等到大部分俄军进入伏击圈，第3旅的士兵使用远程火炮截断俄军的行进路线，并使用大量的无人机与反坦克导弹对其展开进攻。战斗期间，俄军还试图使用电子作战系统保护装甲战车，但毫无用处。幸存的残兵败将只能四散逃回。只是前线作战的同时，乌军第3旅还使用远程布雷系统，连夜在俄军行进路线上部署大量反坦克地雷。
1月9日，进攻乌军阵地的俄罗斯纵队想要撤退，却发现已经无路可逃。乌军全歼了来袭的俄军装甲部队，摧毁了第4坦克师20多辆装甲战车，击伤17辆。先头部队进攻失败，俄军士兵只能后撤远离战场。乌军第3突击旅重创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后，博罗瓦地区的俄军已经无力继续进攻，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这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为什么打不过乌军一个旅？毫无疑问，特罗斯加涅茨之战中，第4近卫坦克师的实力要比乌军第93旅更强，但是战术与后勤出现了大问题。这是战争初期所有俄军部队共通的问题，进攻方式与苏联时期一样，投入尽可能多的装备人员，以数量取胜。面对威力持续增加的反坦克武器，这就是自杀式袭击。实际作战时，乌军第93旅利用地形优势，用坦克、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组成反坦克阵地，等到第4近卫坦克师进入伏击圈，就对其进行袭击。当乌军的反坦克导弹打到俄军坦克的时候，俄军的结局只有一个：损失大量坦克后匆忙撤退。另一边，第4近卫坦克师的后勤也出现了问题。乌俄战争初期，以第93旅的火力来看，击毁俄军坦克没什么问题，但想要缴获就有些难了。只是结果就像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第93旅缴获了77辆俄军坦克，其主要原因就是俄军后勤拉胯，乌军缴获的坦克大多是被俄军遗弃的。一般来讲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想要具备完整的对外作战能力，保障后勤的军用卡车比坦克的数量还要多。而在第4近卫坦克师这边，全军200多辆 T80 坦克，只有20辆军用卡车负责后勤，这还不算炮兵和机械化步兵的需要。第93旅也明白这个问题，频繁袭击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的后勤路线，于是在乌俄战场之上就出现了俄军坦克没有油料而无法行进的情况，俄军的装备是一边走一边丢。艰难回到布良斯克后，第4近卫坦克师还想借助后备装备重新发起攻势，但事实却是后备装备根本无法使用，光学与电子器件大量被偷，有些甚至没有发动机。此事甚至造成第4近卫坦克师第13团团长自杀。战术与后勤出现问题，第4近卫坦克师被乌军第93旅摧毁，火力军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。至于俄军在博罗瓦地区的失败，那只能说是技不如人。乌俄战争持续了接近3年的时间，俄军的装备早已损失殆尽，这点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次了。根据美国1945网站的数据，截止2024年年底，俄军已经损失了4000辆坦克，相当于20个装甲师的战力。根据乌克兰公布的数据，这个数字还要再翻上1倍。在前线作战的部队仅保留了少量的 T72 与 T80 系列，甚至有一些部队仅使用全地形车与摩托车。俄军原计划以 T14 进行装备升级，只是受限于高昂成本与生产，很难大规模部署。到目前为止， T14 仅在乌东进行过测试，并未用于前线作战。为填补前线装备缺口，俄军将早已退役的 T55 与 T62 坦克重新投入战场，即使是近卫师也要装备这些老旧武器。只是无论在火力还是防护能力上，这些老式坦克都不如现代坦克。虽然俄军也对其进行改装，加装现代火控系统与反应装甲，但作用不大。一般情况下，俄军士兵都是将 T55 与 T54 这些坦克充当固定火力点，对前线士兵进行支援，无法用于攻坚。可以说2025年的第4坦克师已经不是当初的精锐部队了。其次就是无人机的原因，在乌俄战场上，这点已经被证实了无数次。俄军第4坦克师的装甲攻势没什么用处，只是单纯的送人头而已。而乌军的战术却一直在升级。在博罗瓦地区，乌军第3突击旅就相当于第93旅的升级版，主动将俄军引入陷阱，并利用无人机挨个对坦克进行开挂。最后就是士兵素质问题。乌俄战争爆发之前，第4近卫坦克师拥有足够的时间训练士兵，提升士兵的战力素质。但乌俄战争爆发后，俄罗斯进行了部分动员，大量新兵在没有接受充分训练的情况下被带上了战场。这点在近卫师里也是一样的，整体实力下降，加上乌军战术的升级，所以第4近卫坦克师在博罗瓦地区的崩溃速度比2022年还要快。当然，俄军第4师的失败，除了战力被削弱之外，乌军第3突击旅的超强战力也是一个原因。毕竟，这是2024年最好的5支部队之一。第3亚速突击旅虽然也带了一个亚速，不过大家不要将其与第12亚速旅搞混，二者不一样。
第三亚速突击旅的前身是亚速特种部队，隶属于乌克兰陆军，旅长是安德烈·比列斯基，曾在2014年率领部队解放马里乌波尔，2015年解放了顿涅茨克。而第12亚速旅全称为第12国民警卫队亚速特战旅，前身是血战亚速钢铁厂的亚速营，隶属于乌克兰国民警卫队，旅长是普罗科彭科，曾获得过乌克兰英雄称号和金星勋章。本期视频我们主要聊第3亚速突击旅，第12亚速突击旅后面有机会再聊。第3亚速突击旅成立于2022年11月，2023年2月24日，泽连斯基亲自向第3突击旅颁发团旗，之后第3突击旅前往巴赫穆特作战，该旅是巴赫穆特地区成功对俄军发起反攻的部队之一。扎卢日内被解职之后，第3突击旅就被调往阿夫迪夫卡，拯救被俄军包围的第110机械化旅。阿夫迪夫卡沦陷之后，该旅就在西部建立新的防线。乌军第3突击旅的编制相当完善，下辖2个突击步兵营、2个机械化步兵营、1个坦克营、1个野战炮兵团、1个防空炮兵营以及1个无人机营，情报连、后勤营这些支援单位也是一个不少。但是就兵力而言，第3亚速突击旅其实并不算很多，总兵力大约2500人。不过带有亚速词条的部队，士兵的作战素质很高，装备也相当豪华。在装甲战车方面，第3突击旅装备了 BMP-1、T-72M1A， 甚至还有从俄军手里缴获的 T-90A。其炮兵团则是乌克兰武装部队中型号最多的那个，像 2A65、KS-19、2S-19、AS-90，第3突击旅都用过，也列装了美国援助的 M119。从兵力来看，第3突击旅并不多，武器装备虽然不错，但距离真正的高精尖还有一段距离。不过打仗是要靠脑子的，接到任务之后，第3突击旅的高级指挥官就会在指挥所进行战术分析，并在沙盘中进行实际作战的比较和方案评估，也就是作战预演，并从中寻找不足，等待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就会正式进行作战。这是典型的 MDMP 步骤。如果是突击任务，那就派遣无人机在前方侦察，并召唤第3突击旅的炮兵团进行精准打击，摧毁俄军装备的同时，为突击部队提供掩护。等到突击部队的坦克与运兵车抵达事先决定好的攻击地点后，运兵车后撤，坦克则负责掩护步兵，打击俄军。之后便重复这个步骤，直到兵力足够。第3突击旅的士兵就会凭借单兵素质对俄军攻势发起总攻，战斗全程都在无人机的拍摄下呈现在指挥官面前，便于实时调整策略。这种作战方式与海妖特种部队类似，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，打击俄军7寸。如果是防守作战，那么详情就可以参考波罗瓦之战，引诱俄军突击之后一波全歼。当然，以上只是大多数情况的处理方式，实际怎么做还要看第3突击旅事先演练的结果。总的来说，在乌俄战场之上，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的战术后勤存在的问题太大，加上武器火炮损失太多的缘故，被乌军击溃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。据莫斯科时报报道，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表示，在过去几个月里，俄罗斯代号为央塔的侦察船已2次进入英国领海，其中第一次发生在去年11月，当时这艘船正在英国重要的水下基础设施附近，为预防其可能采取的破坏行动，英国海军将潜艇升至水面以示警告。第2次发生在今年1月20日，当时这艘船距离英国海岸约45英里。希利还表示，这艘船的主要目的就是搜集英国海域情报，并绘制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地图。为了全程监视该船，英国当局动用了皇家海军舰艇、军用飞机和附近潜艇。截至目前，这艘船已离开英国海域，现在位于北海区域内，靠近荷兰一带。据中时新闻网报道，美国希尔空军基地已被指定为小型模块化反应炉的示范基地，旨在用小型反应炉来取代传统的柴油发电机，预计最快于2028年完成部署。据悉，将要部署的小型反应炉代号为万花筒，由光芒核能公司研制。按照该公司的说法，万花筒是一种可移动式微反应器，属于小型模块反应炉的更小版本，可直接装进货柜，并能够通过空运、海运、陆运等方式完成快速部署。
此外，万花筒装填一次燃料可运转5年，且只需要2天或更短的时间就能够实现启动并运转。在工作期间，它能够产生无碳电力，功率最高可达120万瓦。同时，其内部配备有安全功能，可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和需求进行自我温度调节，以防止过热。且该技术还能够独立于商业电网运作，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当然，上述这些都是光芒核能公司的理论。具体的实践工作将在希尔空军基地进行，实验时长为21个月。在此期间，技术人员将使用万花筒反应器模拟在面对设备故障、大规模电网中断、网络攻击或其他能源供应威胁时，如何提供最佳的能源弹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并非美国空军唯一的微反应器计划。阿拉斯加的艾尔森空军基地也在试行另一个微反应器计划，由欧克洛公司负责提供微型反应器，目标运转日期为2027年。据 X 平台军队认可网报道，美国陆军正在亚利桑那州尤马实验场对 M2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进行整体升级测试。在此期间，接受测试的 M2 战车将加装车辆防护系统基座组，该防护系统拥有360度全方位的预警能力，并可在遭受敌方反装甲武器、车载火炮锁定以及激光进行测距时，实时向车组人员提供威胁来源的具体方位，同时还可让 M2 战车立即发射烟幕，并借助地形掩护撤退，或是以武器进行反击，可大幅提升 M2 战车的生存和感知能力。此外， M2 战车随后还将在波浪形路面以及其他复杂地形上进行路程超过1万公里的行驶测试，以检验该防护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，以及崎岖路面对其感测能力的影响程度，确保该系统可在任何状态下发挥预警效能，以应对现代战场威胁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英国在国际装甲车研讨会上公开了首辆本土生产的全时8轮装甲车。据悉，全时装甲车原本是由德国和荷兰联手设计生产的多用途8轮装甲车。与其他同类型装甲车相比，其在机动性、防护力、生存性等方面都保持着不错的口碑。而英国这辆装甲车则由 BAE 系统公司、莱茵金属公司以及 KNDS 公司合作研发，并在伯明翰附近的特尔福特工厂完成生产。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，该装甲车上的组装零部件约有 75% 都为英国本土制造。英国陆军可借此按需搭载野战救护、指挥、特种装备运输，或者是装甲运兵车等不同模块化套件，将多用途功能最大化。此外，英国方面还表示，该装甲车也是英国陆军机械化步兵载具计划中的一环，对强化国防供应链、促进国内军工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。援引俄罗斯消息报道，由于俄军装甲车库存见底，目前已把 IMR-3M 破障工程车当成突击坦克来使用，结果发现该车相当的好用。按照俄罗斯方面的数据， IMR-3M 基于 T90 坦克底盘研制，并配有独特的推土铲、电动液压遥控机械臂和 0.35 立方米容积的铲斗，其中机械臂长8米，起重能力为2吨。车上还载有一挺 12.7 毫米口径机枪和一个烟幕释放装置，还能够加装带有电磁附件的扫雷工具，使其成为改装型的扫雷车。同时，其还可搭载化学侦察监控仪器以及水下行进装置，可在深度不超过5米的水底行进。该车在陆地上的行驶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，在树木和石块等特殊道路上的平均速度约每小时300至400米，在雷区为每小时5至12公里，在积雪厚度 1.2 米的地面上为每小时15公里。如果俄罗斯提供的数据真实，那么拥有上述配置的 IMR-3M， 其在城市突击行动中，机械臂可以拆卸并装上推土铲，借此铲倒并推走简易建筑。面对砖块和预制板搭建的房屋，它可直接破墙开出通道，而且由于没有旋转炮塔和伸长的炮管， IMR-3M 比普通坦克更灵活且更不易受损，可正面向前推进并破坏挡路的障碍物。在林地作战中， IMR-3M 不仅能清除树桩，还能在河边铺设连接渡口的道路。此外，它搭载的烟幕释放装置还可使士兵借助烟幕掩护发动突击或撤退，在修建障碍物等行动中，它也能派上用场。总而言之，作为一款破障工程车， IMR-3M 的性能确实没得说，但研发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它还能作为俄军突击坦克出现在正面战场上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俄军第4近卫坦克师还有能力
卷土重来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